大家好，这个周真的是太痛苦了，一边跌一边补，越补越跌。这个时候每天亏钱亏损逐渐加大。这时候新闻里又在说这个记忆体又不缺了，要过剩了，中国要产出光刻机了，阿斯麦要完了，最后重拳说美联储马上要加息了，这个巨头们 Capex 减少之类的这些新闻，每天在这个漆黑寒冷的夜晚全都是亏损，每天至少亏损2个 18K 金劳力士顶级大金表真的是吓死了。这个周不停亏到最后都崩溃了这个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我自己都在自己怀疑我这个方向是不是看错了，这个 AI 的东西是不是根本没有我说的那么重要我是不是被一个宏大的故事给自己骗自己呢？我是不是应该老老实实的去买口可乐或者是 VOOSPY 这个如果这次本金一下亏完了，一辈子从头再来，但是人到中年怎么再从头再来呢？想到这里我都是全身发冷真的发冷连这个陌陌 APP 都不敢看了市场还是没有理智的下跌。直到前天我这个忍住恐惧看了一下账户，重仓的美光从今年盈利400%只剩下60多%了，现在回去了其他的股票也差不多，盈利大幅回撤所以真的是体验了一把爆仓破产的感觉，全身发冷，饭也不想吃。一开始我是补仓的 XOSX 半导体指数，那这个周我也没有补仓的那必须补，越跌越买，跌的时候我一股都没卖。我不知道我选的对不对，但是我只记得一句话，就是在满地流血的时候买入。不过我自己的加仓的钱基本上在这个周都用完了，最后呢史上第一次动用了我们家的黑天鹅基金。我老婆管理着一个账户这个账户里面只存定期，我们约定这里的钱只有出现黑天鹅的时候才能动用。我跟老婆申请了好几次都被无情的驳回，说还不到时候，最后在这几天才同意转给我一部分资金，同意我加仓，但是以后还要还回去的，利息是 50%。 老婆在给我转账的时候语重心长的跟我说你记住，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在关键的时候能救你一把，只有我可以救你几把。这个存款一定要选一家靠谱的银行，我首选新加坡星展银行这期没有广告植入，星展银行可以联系我一下合作一开始以为跌几天就会反弹，但是没想到这一次跌这么多，这个也是黑天鹅事件，没办法，谁也想不到。如果你能想到的话，你告诉我我给你1万块钱，你提前告诉我。所以这次就是相当于赶上了2015年中国的一个熔断事件。那一次我还是历历在目当时是重仓的茅台，中途斩仓逃跑。现在韩国的这个事件给我的宝贵经验就是，我这个投资笔记还是要继续做下去，因为我在里面详细分析了 AI 产业的发展， AI 股票，我知道这些股票是做什么的，他们的产业地位是什么样的，记忆体的扩展产量和供给预测未来3年都是什么样的。所以在这次下跌里我没有卖出一股，要是10年前的我可能早就斩仓逃跑了。所以这个买股票之前一定要自己研究，要有一个笔记，记录下自己的公司仓位计划、投资论点，为什么买，接下来是6个月还是拿着1年，出什么事情可以推翻这个结论，必须卖出等等的都要记录，还有风险清单、追踪指标等等的。记忆体、封装、GPU、CPU、光力阶等等，我还是坚持认为，虽然历史上芯片产业是有周期的，但是美光、海力士这些可以跌到3到5 forward 的 PE 是有点太夸张了。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就是海力士美光这种的公司3到5年的盈利就可以回购整件公司所有的股票，他们一回购股票，这个股票就会大涨。如果我们不按投资股票的思维，就假设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大佬崔社长来找我投资他们公司，语重心长让我和他一起打天下，非要让我做他的股东，说有一个世界级的大产业，1年几千亿美元的业务，现在股价下跌，你买我的公司股份3到5年就可以回本，以后只要不倒闭就可以一直拿分红拿着。这个大佬问我投不投，那我肯定投。现在看一家饭店投资加装修加起来也得2-3年的回本期，所以现在这个美光、海力士这种的产业3到5年的投资期就可能回本，真的是一个不错的这个投资。现在回到投资思维，股票投资思维，对于周期股有人说这个 PE 低到最低点的时候就是极值，就是整个周期结束的标志，之后股价肯定会一直下跌。关于三星、海力士、美光是不是周期股，我以前分析过，各种扩产需求研究上一集影片我都讲了，所以总结来看，我认为还是值得投资的。这是我个人的投资观点，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没有研究我股票的人马上就买，这种的就要仔细研究。
我说长期投资，我分批加仓，保持现金，防止黑天鹅，跌了补仓，持有2年，我都说过很多遍。但是就是有些人看了我的影片，说全仓买入，再加3倍杠杆，然后第二天跌破了，断了头，就说啊，这个是你让我买的啊，谁让你买的？我这个频道是我的投资笔记，我有权利分享我的投资观点，我自己研究股票，自己记录下来，而且我喜欢看多，我喜欢长期持有。如果是喜欢暴富，明天就想财富自由的朋友啊，这个对不起，我的影片不适合你。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和我有相同投资频率的朋友对我的大力支持。最近真正破产的就是这个 Situation Awareness 的投资新星 Leopold， 他管理的资产2年涨了 400%， 总金额超过200亿美元。就在昨天，因为股市大跌，没钱补 Margin Call， 全仓清盘。清盘之后的所有的重仓股票几乎全线涨了 20% 啊！这个 Leopold 24岁，美国神童，用4倍杠杆做多 AI 芯片股，同时做空 Adobe 这种的软件股。7月份 AI 股票持续下杀，但是软件股持续上涨，这一下就造成了多空双杀。所以这里还有一个阴谋论，就是这次出钱折扣价买入 Situation Awareness 股票资产的基金叫做城堡对冲基金 Citadel， 它旗下的证券城堡证券在前2天发了一篇研究报告，说美联储会加息啊，这一下那一天就是股市跌的最惨的一天啊！哇，那天真的是全身凉凉的。在那一天，这个 Situation Awareness 的4倍杠杆就完全被爆了。所以这么一算下来，这个 Leopold 管理的基金只剩下50亿美元。城堡证券接手那一天，股价立刻上涨 20% 啊，一天就赚了10个多亿。所以这个市场上大家都是华尔街之狼，都喜欢满街流血的时候寻找猎物。我不喜欢做空，因为1倍做空的收益最多只有 100%， 而1倍做多的收益长期来看3到5年可以3倍、5倍甚至10倍。用了杠杆，即使方向你看得对，也会被这些黑天鹅事件给干掉。我的留言区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指标啊，大家多多观察啊，多多体会，宝藏啊！我的影片一般是1周出2次，第一次是在周一或者是周二，第二次是在周五。很多人留言啊，大跌的时候你怎么不出来说？一上涨就出来了。周一跌的时候我也上影片了啊，你们这些人怎么回事？非常奇怪。我最近看了一个帖子，就说为什么美国股市年年上涨，涨了100多年，但是美国还有很多穷人。所以我现在真的是非常理解这句话。每个人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位置不同，少言为贵，认知不同，无需争辩。周一、周五我已经是抽出时间免费分享我的投资研究资讯。平时我还有别的生意要打理啊，等等我忙完了，我要研究一种方式，把资讯传给真正想听我讲的朋友，而不是在大庭广众下全部都给大家讲出来。赚钱的想法、方式、逻辑还是越少人知道越好啊！提前布局。8到11月美国大选之前都是震荡大跌，这次突然出现的7月暴力去杠杆黑天鹅，提前兑现了利空。暴力反弹会有，但是看起来非常美妙，大家一定要注意风险。暴涨之后有一定的概率再次大幅下跌，甚至比之前的低点还要低啊！这个概率是有的啊，这个就是量子物理，谁也说不清，但是肯定有这个概率。黑天鹅事件，但是我对整个 AI 产业链股票长期利好的趋势没有任何变化，要时刻关注这些巨头们，尤其是甲骨文这个债券违约的风险。现在的概率是非常低，但是如果一旦出现的话，这个就是反转的信号。要在这个市场上活下来，唯一的方式就是控制仓位，不要加杠杆。老法师的脑子里都是存满了风险，同时也要看到机会。今天的投资笔记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投资心理分析，尤其是对自己的投资心理进行复盘什么时候你怕了，什么时候你不怕还继续入，自己怎么想的都要做好笔记。最近再看看盘，看看这个风险事件有没有情况。要再加仓的话，我就不加了，因为已经开始涨了，加仓已经加到位了。等到反弹 50% 的时候，就把老婆的这个黑天鹅基金赶紧还回去吧。这个都是自己的钱，但是越存越有，就是这样子。好了，今天就讲完了，我们下期再见。